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老林屋头几口子人本来就解不开锅了，现在又要结个刚出狱的白吃白喝。就是的嘛，蒋春兰能同意吗？那是我妹妹啊，我不去接她，她一个人啷个活？哼，啷个活？当初她逃婚的时候，不是也没靠到咱们，不老老实嫁人，乱整生意进去了，那是她活该。你再说，我就说，你要是敢把她接回来，我马上带到林月走。是哪个在背后说老子坏话？说噻，继续说噻，来当我面儿说噻。妈，你弄痛我了。走去你外婆那儿，这个屋我们是没法住了。妈，你们都走了，我啷个办？你留下看着你老汉儿。我跟你说，林雪，那个女人要是敢吃屋头一颗米，我回来就找你算账，听到没得？听到了。哼。慢到点走哈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就是雪妹子儿。姑姑，雪妹，姑姑给你买了点肉包子，你拿去吃了。哟，买的包子哈，雪妹，你一个女孩子吃一个就行了，剩下2个留给你弟。弟娃不在，妈带他去外婆家了。真走了啊？那你也给他留到。晓得了。林祥贵，你就这么当老汉儿的？19岁的妹娃都是牛胃口，一个包子，你想饿死他吗？雪妹，拿到，趁热全吃了。都几点了，你为啥还不去读书？我昨年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我妈就不让我复读了，也不让我上技校。那你个人还想读吗？不读了吧？等明年就跟我老汉儿一起去药厂做小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我有办法让他求到回来。雪妹儿这几天就跟到我了，我要带她出去。你才出来没去乱搞，还带坏娃儿。你还想不想你婆娘回来？想就莫开枪。搞快，上来2张4毛。一路上好好看到起，不准睡瞌睡，回去我要考你。棉袜100装起了，4盆5毛一个，10个起卖，暖手就能卖8毛。老板儿，我是老董介绍来的，买地球妹的衬衫6块5一件，最多30件，要拿就搞快，今天就没得了。点清楚。拿到。在搞啥子？
50块学费顶你老汉儿做2个月。我怕弄脏了衣服，把我卖了都不够赔。在这儿等到。美女，这跟商场里一样的缺乏料子，他卖12块，我这儿10块。你摸下这材料，是跟我刚才看的一样，9块钱我就要了。嘿，你这个美女真会砍价。哎呀，算了，看你漂亮，卖你了。看到没得？这就叫做生意。我还要接到卖。你在这里看到衣服，要是看见穿白制服、红领章的，你就坐到筐子上，说在等屋头的大人，听到没得？卖了1件，还剩20件。明天换个地方，你记到6块5斤的，我们卖10块，别人砍价你就说最低9块5。后来我才晓得，买衣服的195块是他全部的家当，他就敢交给我。10块钱你去哪儿买嘛？姐姐，9块5给你。姐姐，9块5给你。走，学妹，今天姑姑带你去换个生意做。好。老板儿，称2斤花生糖。拿到。看到那个卡卡没得？那儿学校门口看不到，学生又从那里路过，你把糖拿过去卖，5分钱1块，卖的钱都给你。我想说，这么贵的糖，小孩子怎么可能有钱买？可那些孩子背着书包，笑得真灿烂，让我忍不住想试一试。好吃的花生糖，5分钱1块，你们要买不？你这只要5分，那比小卖铺6分的便宜。我要多买点囤到。玉柳，我钱不够了，你借我一点呗。这是奶奶给的压岁钱，过年你要还的啊。只是那2个小女孩的脸总在我面前晃，他们的奶奶居然会给2个女娃娃压岁钱，而他们竟然敢全部拿来买糖吃。你老来赚钱，你妈老汉儿不喊你写作业吗？这些钱你拿去搞啥子？你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了。读书比赚钱好吗？为啥子一定要读书？这儿的学生总是偷偷看我。他啷个老是在这儿卖东西？晓不得，可能屋头没钱吧。议论我为啥子不读书？原来读书在城里头是一件一定要做的事吗？赚钱好还是读书好？我妈说了，书里头就有钱，除了钱还有很多其他东西，那些东西别个说不出来，只有我们自己读了才晓得。没得书，他一辈子也走不出外婆家的3卡卡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伟人跟我妈妈都说过的话是不会错的。我们的妈妈不太一样，但很明显她生活得比我好，是因为她妈妈读书吗？我也想过得跟他们一样好。如果读书可以，那我就去读。但村里头只有村支书屋头的娃儿读大学，就连村长屋头也只有他儿子能接着读技校。
姑姑，想读书是你个人的事，如果连跟妈老汉说的勇气都没得，就莫浪费钱。我不敢，我妈不会同意的。那个女人又回来了，你看看，莫把老林屋头妹娃带坏了。就是的嘛，当年逃婚，屋头收了彩礼的，害得他大伯差点被打死，现在坐完牢又回来祸害。依稀记得屋头来了一拨人打杂，爷爷受伤去了医院，回来说脏了瘤，没多久我们就分了家。雪妹儿，你屋头发财了，买这么多东西？是啊，都是我姑姑买的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这么大的声音对村里人说话，也是从那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只会低头扫地的学妹了。都是我姑姑买的，她说她住在我屋头，一天就交一天的钱，我姑还带我下馆子。浇的全是肉的面，炸的酸甜的鱼和一入口就化的红烧肉，我全吃过了。进去过的就是不一样，会来钱，就是晓不得这钱干不干净，当心又进去了。学妹，你信不信，明天就有人送你妈回来？我妹妹嫁给你就是你屋头的人了，你让她回娘家白吃白喝算啥子？你们屋头还要脸不？你们屋头还要脸不？他们两个就是顿顿吃肉，这钱也够了，就当辛苦你送我嫂子回来。哎呀，小妹这话说的，那要得，你们屋头的事你们个人商量，我先走了哈。真是个见钱眼开的东西，莫以为花2个臭钱我就会感激你。你不回来，我跟你二哥也不会吵架。我妈根本不可能吃白食，她每次回去都给钱，不然不说舅妈，就连外婆都会赶她走。是没得必要感激我，这钱是学妹起早贪黑跟到我身后赚的，这张也是她的报酬。学妹儿，你个人说，这10块钱啷个用？这钱我想拿去读技校，等花完了我再接到赚。读技校？我让你读技校？我们屋头是有人做官，还是有人能赚大钱？是让你这么折腾的？行了，你们要不愿意供这个娃娃读书，我就带走。但是你想清楚了，我养了，那就不是你女儿了。他敢！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不把恩还完了，走到哪儿老天爷都能降雷劈死他！蒋春兰，你那么恨，还是活成了他的样子。赔钱货，供你吃供你穿，让你嫁人就嫁人，还敢跟我要嫁妆？你值那个钱吗？不把恩还完了，走到哪儿老天爷都能降雷劈死你！以后我要是有女儿，一定把她当成宝，我不打她，不骂她，她要啥子我给啥子。你还记得到个人发过啥子誓吗？
你说以后你要是有了女儿，一定把她当成宝。今天要是那个说要读技校，你也这么打吗？怎么生了个男娃儿，你就忘记个人曾经也是个女娃儿了？我不拉自己站不起来的人，那种人拉出来也会再跌回去。今天你很勇敢，你走出了第一步，姑姑就愿意扶着你走很多步，直到完全走出去。只有小娃娃是人，我们3个大活人是不配吃肉吗？哎呀，莫装了，跟到我干，以后天天有肉吃。哼，跟到你干，你会干啥子？新闻都报道了，现在鼓励开放，鼓励个体经济。啥子叫个体经济？就是摆摊儿，老百姓个人开店。你看报纸上这个雇人炒瓜子的老板儿，就连县长都晓得他，还鼓励他街道干。我们还怕啥子？雪妹儿，你给妈读下高头是你姑说的那样吗？该同志积极响应号召，带头发展个体经济，解决了空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，受到县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。妈，那个人好能干，他靠炒瓜子竟然能找100多个人给他干活。你姑姑炒的瓜子最好吃了。以前过年，村里的小娃娃最喜欢到我们屋头来拜年讨瓜子。农村人习惯自给自足，每个人屋头都会种点向日葵，个人家炒了吃。心疼小娃娃的能种够1整年的量。现在就是向日葵成熟的季节，我们每天回来的田埂上黄灿灿的一片，磨蹄又好好看了。我炒的好吃，所以我也要用它发家致富。二哥二嫂，你们跟不跟到我干？妈老汉儿在房间里讨论了2天，正式被姑姑拉入了伙。丽梅啊，你要收向日葵，我跟村里头的人都打过招呼了。你二哥二嫂在村里头人缘好，价格也公道，大家都愿卖。谢谢支书，那2天少不了麻烦你。麻烦啥子？往年向日葵吃不完就烂了，现在能换钱，大家都高兴。姑姑这些天赚的当本钱，我爸妈出力气，他们人憨厚老实，跟村里人交情都好，又有村支书帮忙，拿着姑姑定的价格，很快就收到了附近村子很多向日葵。
姑姑，你去卖瓜子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跟去。我想再在那所学校门口卖一次瓜子。要得。等一下，咦，是你？今天又买啥子好吃的？这些不要钱，就是想谢谢你们。我要回去读书了，以后大概不会再来卖东西了。这个瓜子好吃，又香又脆，又有一股焦焦的香味儿，比我妈带回来的还好吃。你好，我叫玉柳，他叫陈英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我叫林雪。我们交换地址吧，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写信，寄到你镇上的学校。对对对，我也会写的，虽然我字写的不好看。我也会回信的。林雪，有你的包裹，有点大哦。学姐，这些课本和笔记是玉柳高中用过的，他说你可能用得上。邮费是我跟他一起凑的，好好学习，等你考到城里来。陈英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你要努力，旧观念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愧疚只会愧疚一时，你得利用这份愧疚走到他够不到的地方去，才能彻底改变命运。我晓得镇上的学生比我更晓得学习的重要，基础好得多，所以我吃饭也在补，走路也在补，连上厕所都在补。林雪第19名。不到第1学期结束，我终于从倒数变成了中不溜。姑姑的瓜子生意窜得比我的成绩还要快，到后来城南城北各租了一个摊位，生意火得连家里的3口大锅都日夜不停地炒着，连我老汉儿都辞了职，专心在屋头炒瓜子，直到把屋头欠的钱还完了。老汉儿把最后一张欠条扔进火里烧掉。从此以后，老汉儿走路的腰杆都直了起来。姑姑挣的钱拿来盖了一栋2层的新房子。搬家那天，同村里都过来凑热闹。那栋新房子好漂亮，我以后也要建属于自己房子。财不外露，他莫给个人惹起麻烦。吴小雨啊，回来这么久了，连他妈的面都不见，现在个人住大房子，还让他妈饿肚子。就是，我们村以前风气多好啊，自从这个女人回来，村里头连吵架都多了。操你哦！这么大年纪了，一天福没想到，这种女人就不该留在我们村里头，就该喊村长把她赶出去。大家少说2句，都是一家人。就该把她赶出去，莫在我们村。
嫂子，我记得妈当时是带着棺材本到你屋头的。现在她说她吃不上饭，不就是在说大哥拿了她的钱还不养她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这个当女儿的就要替她讨公道了哈。这啷个还扯上人家嫂子了？没想到这些年的恶气是你姑姑帮我出的。没想到这些年的恶气是你姑姑帮我出的。凭啥子老大吃干的，我们吃稀的？大哥以后要给父母养老，所以妈才偏心了一点儿。哪个屋头都这样。笑啊！我给他老二弄药啊！你莫胡说，老大晓不得有好孝顺，有好吃的都给我。我说的饿是我吃粥，你们吃肉。老大屋头的条件买不起肉，又不是他的错，你们不把好东西给我就不对。老二，你也是我生的，你妹妹发财了，你就眼睁睁看到你大哥和西北风。这一次他把我老汉儿也骂上了，意思很明显，想让姑姑也带着大伯一起赚钱。大哥是个赌鬼啊！就是啊，再多的钱都要输完。闹成啥子嘛闹？林梅在我们村做生意，起码还会收你们的向日葵，让你们赚点钱。他真走了，那些钱你们闹事的能给不？我看你盖那么大库房是打算大干吧？那这事总得解决。在我们这么地方，百善孝为先，名声坏了不划算。我现在是赚了一点钱，但是大家也都晓得我妈是个偏心的，我直接把钱给她，她肯定拿给我大哥赌掉了，她也落不到钱，这才是真孝顺。这样，我草瓜子要招人，我给一份工作给我大哥，每个月给他开20块，那我妈要吃啥子都够了，还能让他没时间去打牌。你要招人，要招村里头的人不？看大家日子过得苦，本来是打算1个月15块招几个人的，但是现在嘛，大家既然不待见我，那就算了，我上旁边村里去找看看。是我多事，不该掺和别个屋头的事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你给个机会，莫把事做绝了。我们刚刚都没说话，你找那几个跳得欢的，莫把我们也算上啊！就是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。啥子跳得欢？我那是被骗了。对，我就是被骗了。你小事儿我还给你糖吃了的，你招人可不能不找娘娘屋头的。林梅，你好歹是从村里出去的，这样给我个面子，就从我们村里找几个老实的，我保证没被找到的都不敢来闹。林梅，你看这样得行不？既然您开口了，那我就再想一下，过2天给您答复。招人的消息就像一滴水炸进油锅，但大家谁都不敢去找姑姑，全都来探我妈的口风，还让家里的女孩来找我耍。在海年市长学会时，将是耆老制的大型3个地区的场。林雪，你去过城里头，真的长这样吗？比镇上还要好这么多？是，城里头就这么好。我城里的朋友跟我说，只要好好读书，我就能留在城里工作，以后还能去更大城市里学更高级的技术，
就是有很多高楼大厦的地方吗？检检区将所603的风灾评为2小时。电视机里有见世面的机会，来看电视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就连大伯母家的堂姐都来姑姑家培养感情。我就看哈，没搞坏嘞。我突然想起姑姑还没来前的我。你好，我叫玉柳，他叫陈英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也许玉柳见我的第一面，也是这种感觉。姐，以后看电视的这个点儿，你都来找我，我给你补。我高中就没读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玉柳说过的，啥子时候开始都不得晚。我的堂姐比我大5个月，可她初中毕业就不读了，比我读的都少。她要是愿意来学，我肯定好好教她。二嫂又来打扰你了。你说灵媒招人是不是有啥讲究啊？我屋头的妹娃今年18了，在屋头也没得事做。灵媒那个人啊，就喜欢屋头有娃娃读书的，特别是女娃娃。他说读书的娃娃有出息。我妈妈也完成了她的任务，跟她套近乎的娘娘都琢磨出了她话里的意思。我姑姑喜欢家里有娃娃读书的，尤其是女娃娃。如果招人，肯定优先招这样的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田婶儿咋样了？老师说了，我家姑娘从初一开始读，正合适。我回来就给她办。孤独的转个不停。那灵媒那边，你说她要不要你？大家都等到看，田婶那样针对过姑姑好多次的，满足了条件，姑姑到底要不要？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田婶儿，它的影你明天来上班。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玉山带絮飘零，妹，收拾书包，明天就去读书。姑姑连一丝犹豫都没得，当天就过人上门去喊田婶儿可以来上班了。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。陆陆续续又有5路家送女娃娃去读书的。以前他们晓不得读书为啥子，现在他们有了对城市的向往，大部分都读得很认真，读过书的说话都不一样。屋头里的大人都看得到，晓得有好处，又都忙着把儿子也送去读。想啥子呢？姑姑，我总感觉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，但我又想得不是那么明白。你晓得我之前为啥子逃婚吗？姑姑，你这么强大的人，一定是为了自由，为了反抗爷爷包办婚姻。还自由？当年我跟文盲一样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连自由2个字啷个写都晓不得。纯粹是你奶奶为了钱给我找的那个人太奶太丑了。如果找个跟你老汉儿年纪差不多的，可能我就不得跑了。
妹妹，过年了，吃一口。我跟你妈都倔，但我们小时候也只敢在心里偷偷恨你奶奶和外婆。我们不敢说他们不对，因为哪个屋头都是这么嫁女儿换彩礼给儿子的。是他们不对，我逃婚没得错。原来这才是姑姑带我进城赚钱，还一定要让我在学校门口卖花生糖的原因。她想让我看看那些朝气勃勃的女孩子是啥子样的，我才会生出不甘心和渴望。你晓得我为啥子愿意带着你妈老汉儿干吗？我逃跑的门路是村支书打的，但那张车票的钱却是你妈老汉儿给的。你老汉儿憨厚硬气，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，他们还是变了，还差点耽误了你。我不服气，我不仅要自己过得好，还要把这里变个样，变成以后人人提起我都得竖起大拇指的样子，就像我老师那样。对，就像你老师那样。林梅，你今天的作业写得很好，继续努力。林梅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的机遇要来了，莫放弃，你一定会闯出名堂的。老师，你过得咋样？姑姑，我想读书。想读书，个人去给你妈老汉儿送。老汉儿，我想去读书。读啥子书？莫听你姑姑的鬼话，我们屋头就不读。林相府，你听到起？今天你不让我读书，以后你就不是我老汉儿。你反了天了！我以后挣了钱，一分钱都不得给你。相公，你疯了？那是你娃娃儿啊！你堂姐这是在表态她读书的决心有好大，也表态她跟我一样恨。将来她出息了，不会给你大伯家一点好处。大伯打她了，我晓得，所以该处理了。耶，把我那袋货搬过来。大哥，你被开了。凭啥子？偷懒儿、赌钱，让别个替你干活，你个人心里有数。旁边有个做瓜子的厂，我去谈过了，你去那边当学徒，学新口味的瓜子。林芳的工资涨到25块，以后直接给你。那他去了之后，每个月25块工资给你，你们屋头的钱不得少。大伯母本来有怀疑，但姑姑把堂姐的工钱涨到25块，说以后直接给大伯母，他们屋头就再也没得人问堂姐到底去哪里了。他好高啊，怎么还在上高中？留级生吧。老师，这道题我还没懂，您再给我讲一遍。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，
常常有小朋友笑话他，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。一下课就追着老师问题，成绩一年比一年好。林姐姐，这道题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下？拿来我看看。问题姐姐，先给我讲。后来再也没得人笑他，都亲切地叫他问题姐姐。我进城上技校那一年，瓜子注册了品牌，姑姑出去跑了几个大城市，再回来拿着很多订单。厂房换到村后头的空地，盖了一个更大的地方，工人也布满了周围几个村子。甚至姑姑还在城里头买了一栋3层楼的门面房。妈，你看林梅这都30了，连个对象都没得，这偌大的家业以后给哪个啊？就是我的那个小子，你亲孙子，过继给林梅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大嫂，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姑姑又有了新麻烦了，她30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大伯母鼓动奶奶要把堂弟过继给她，闹了不止一回。你姑这个年纪，找个好人结婚也难。以后你跟你弟可得好好对他，争取给他养老。我懂他没说的话，我跟我弟接班，起码不会像堂弟那样不管姑姑。妈，你等到吧，我个人将来也能赚很多的钱。你一个女娃娃能赚啥子钱？马克思说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当初如果姑姑没给村里头的人开工资，村里头的人根本不可能听她的。我现在在技校学技术，好知识和好政策，我的将来一定有无限的可能。其实照顾家庭也不一定要女性为主，我的时间更自由，更适合做这件事。而且我做饭的手艺也好。二哥二嫂，今天这顿饭就我来做。姑姑很快就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她让跟她一样的女老板介绍，给自己找了个贤内助。姑父是个大学老师，我猜姑姑对这个职业是有滤镜的。这比你老汉儿强多了。那天的红烧排骨可真是一绝啊！对了，姑姑当年被房东阿姨感动的也是一块排骨。这么齐活的人，当然很快就结婚生了孩子。妈，你在搞啥子？帮你王婶儿晾一下，她忙不过来。你姑的事定了，我也就不想了，过我们个人的日子吧。想通了，不然呢？别个大学老师，我们比得了没？再说了，你姑那脾气，哪个管得了她？晚上想吃啥子？妈给你煮。红烧排骨，那玩意儿好贵，你晓得不？我妈终于放弃了她的打算，开始过我们个人的日子。林雪同志，作为乡里的代表，你们和周围几个村是全市上学率最高的农村，不分男女，全部初中毕业，一大半都上了高中或技校。你能说哈这是啷个做到的吗？您就是林雪的母亲吧？我们想采访您几句。我有啥子好采访的？您是村里第一个拿到高级技工证的女孩子的妈妈，大家都很想晓得您是啷个教育孩子的。那不是我教的，是他姑姑。我那个小姑子啊，林梅，你们听说过没得？邻居瓜子就是她办的。我们屋头学妹能有今天，全是她姑姑的功劳。我妈老汉儿作为学生家长被大力表扬，妈妈不好意思的把功劳都给了姑姑，还利用机会狠狠宣传了一波我们的瓜子。那您作为母亲支持女儿读书，在当时应该也不容易吧？女娃娃啷个？女娃娃也读得出来，我女儿就是证明。据说后来有好多企业效仿，都给农村娃娃读书设立了奖学金。学妹，这个房本你拿到。你姑父说，现在买房是好时候，我跟你老汉儿就给你们都买了。以后屋头的钱，
你跟你弟娃儿一人一半。妈也不是想辩解啥子，那几年对你不好我认，但是我不是一开始就想这样的。我生你来2年，你奶奶拼命的打压我，你老汉儿没出息，没得人帮我，是你舅舅带着人打上门，才让你奶奶收敛了些。我本来都不打算跟娘家来往了，我也晓得你舅舅帮忙就是为了跟我要钱，可是没得娘家兄弟帮忙，女人竟然会被欺负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就慢慢变了，变得觉得要有儿子依靠，尤其是在分家更穷以后，我更没法控制的偏向你弟娃儿。就像那年你姑姑回来，我跟你老汉儿闹一样，我怕屋头再多一个吃白饭的女人。但是看到你姑姑，我晓得现在不一样了。有没有儿子兄弟，女人都能自己独立起来。我一直都晓得我跟堂姐不一样，大伯母那样的父母，她可以毫无负担的抛弃，但我不得行。如果爱能称量，妈老汉儿给了弟娃8分，却给了我2分。这2份爱会吊着很多女娃啊，不停的自我洗脑，不停的用钱，用自己有的一切去砸回家的路。但偏心就是偏心，不及时止损，那些女娃娃就永远学不会先爱自己，也永远走不出悲剧的漩涡。你只能靠个人。这几年，虽然妈老汉儿不再区别对待我跟弟娃儿，但我在心里警告到自己，那是因为我们屋头有钱了。如今我用的钱对他们不算啥子，但今天妈妈这份重量级的公平，让我心里的裂缝好像真正开始愈合。那你可得拿着大喇叭在村里广播，告诉全村人你是个多公平的妈妈。所谓传统，不就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慢慢演变的吗？今天村里女娃娃上学变成了平常，像我们屋头这样的事多了，也许财产平分也会变得平常。起来收拾哈，你奶奶走了。妈呀！你走了我啷个办呐？大伯哭得比哪个都伤心，因为他连25块都拿不到了。这些年别个屋头的工资都涨，就他的不涨。他看着我们屋头吃肉，咬碎了牙，瞪红了眼，但不笑那套说辞不管用了。不说大家都吃我姑姑的饭，就他干活来真得罪的人，也不会有人帮他。以后姑姑那份工资我要自己拿到，不会再给屋头1分钱。以后我个人的事，我个人说了算。堂姐刚从技校毕业，也请假回来了，以后的事可以自己做主，再不用怕大伯。村里人被他一震，对个人屋头的妹娃又好了几分。姑姑，这些钱我都会还的，加很多倍的还。你现在长大了，事情可以个人做主了，以后的路你个人要好好走。姑姑，你说我以后能挣好多钱？你要想挣钱，就要先想清楚，你想成为啥子样的人。我想成为姑姑这样的人。我啥子样？厉害，好看，哪个都不怕。你比我厉害多了，你这么大就敢跟你老汉儿闹，我25岁才敢跑，你以后肯定比我厉害得多。心里像压过熟悉的地板。上一次看日出，还是跟到姑姑在城头卖衬衫的那个早晨。你说的以后没有时间表，我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。有些人走的时候没有声音，有些话说走吧，该吃早饭了。今天事情还多。不是不爱，只是路不通。
这句话我懂了很久才懂。妈呀！你啷个就走了啊？儿子还没孝敬你呀！你大哥那是哭他没得钱拿了，不是哭你婆婆。你婆婆活着的时候，她把老人家的棺材本都花完了，老人家到最后都是靠你跟林梅养到起，现在哭有啥子用？那棵树是爷爷活着的时候种的，爷爷走了以后，奶奶再也没来过我们屋头。再给我安排个活路吧。爷爷走了以后，奶奶再也没来过我家的门，倒是大伯隔三差五的来，不是借钱，就是想让姑姑再给他安排个活儿干。大嫂来可以，你不得行。姑姑每次都说同一句话：大嫂来可以，你不行。大伯母后来就真的一个人来了，她也不说啥子，就坐在院子里帮我妈剥豆子、晒瓜子，有时候带点自家地菜。我妈留她吃饭，她就吃，吃完帮着收拾干净再走。那不是林祥福屋头的吗？听说他一个人厂里上班嘞。林祥福呢？林梅不让他进厂，他老婆个人去的，说是干活，其实就是让他有个地方待到，别老在屋头挨那个赌鬼的骂。大姐，去上班啊？上班去。以前说起他，都是那个赌鬼屋头的，现在都叫林梅厂的那个大姐了。大伯母站在坟前，一句话都没说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就那么站着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却一直没有折断的草。堂姐握住了她的手，大伯母没有看她，但她的手握了回去。经研究决定，授予你们乡扫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。姑姑，你要去领奖了！县里来通知了，让去开会领奖。同去的还有村支书和镇上学校的老校长。姑姑，你穿啥子去？你们也去见识见识。姑姑，你好漂亮啊！行了，莫拍马屁了，走吧。我们乡的修路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种果树，关键是选对品种。村里的鱼塘承包到户，做产值翻了一番。啥子时候到姑姑啊？快了。下面有请林梅同志发言。我不太会说场面话，我就讲一件事。6年前我回村的时候，村里读过书的女娃娃不超过10个，上了技校的一个都没得。现在我那个村所有女娃娃都读书，不是我去逼的，是她们自己愿意的。为啥子？因为大家看到了读书能挣钱，读书能让人过上好日子。这个道理以前没人告诉他们，现在他们自己悟出来了。我没得啥子大本事，我就是让村里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活法。姑姑说她不会说场面话，可我觉得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比那些场面话重。林梅，你还记得到你走那年我给你塞了5块钱吗？记得到。那时候我就晓得你这个女娃娃不一般，胆子大，心眼好，就是命不好，投错了胎。现在好了，你不但个人站起来了，还把村里人都带起来了。我这个村支书当得脸上有光。姑姑，我那个配方回来以后又改了好多次。
回去再说。9月了，葵花籽收了一茬，第2茬的花还开着。姑姑说回去再说，但我晓得她心里肯定在想林芳带回来的那个新配方。时光晃呀晃，闪着光，照在他脸上。都说哈，咋样？你们觉得好不好吃？时光晃呀晃，怎么讲？你有多重要？香是香，就是有点淡。我们这边的人喜欢咸点的。味道是好，要再加点盐，不然别个吃到不过瘾。加盐就把话梅味盖住了。我这个就是走清爽路线的，跟传统的不一样。学妹，你说。我觉得味道没问题，但要包装一下。这种口味的瓜子受众跟传统的不一样，传统的是村里人、城里的大爷大妈买得多，这种酸甜口的年轻人会喜欢。包装得做得漂亮一点，小包装方便随身带。可以啊，学妹，有想法。对对对，小包装，我在城里头看见好多零食都是这么卖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先做1000斤试哈，专门拿到城里头的学校门口和电影院门口去卖。包装用那种巴掌大的小塑料袋，印上彩色的图案。每袋装这个量，封口封严实，漏气的不得行。这是啥子瓜子？话梅味的。对，酸甜口的，你尝哈。好好吃，给我来5袋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卖个瓜子儿还搞这么花里胡哨。姑姑，全卖完了，不到1个星期。第一批试水算成功了，下一步加大产量，不到1个星期，1000斤全卖完了。姑姑说得对，不是瓜子不好吃，是没找到对的人，找对了人，路就通了。你们的瓜子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三，每次刷题刷到崩溃的时候，吃2颗话梅味瓜子就觉得还能再坚持一下。每次考试前都要买2包，1包个人吃，1包给同桌。我们一起考上了大学，谢谢你们的瓜子。这些比钱值钱。你们听好了，上面说了，改革开放后胆子要大一些，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，大胆的闯。我们以前摆摊儿像做贼一样，现在不用了。现在国家支持我们干，鼓励我们干。我打算明年把厂子再扩大1倍，再开2个分厂，一个在隔壁县，一个在省城边上。谁愿意跟我干的，举手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时光晃呀晃，闪着光，照在姑姑，你说我们以后能做成啥子样？晓不得，但肯定不得比现在差。学妹，你晓得我为啥子一定要办这个厂子吗？为了赚钱。赚钱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那些看不起女人的人看看，女人一样能干成事。
你奶奶当年把我卖了换彩礼，村里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对。我逃婚了，所有人都骂我不安分。我坐牢回来了，村里人当我是瘟神，但现在呢，他们吃我的饭，拿我的工资送女儿去读书，没人再替我坐过牢的事了。为啥子？因为我站起来了，我站得比他们都高，他们就得仰着脖子看我。你看那些房子，以前我们屋头的草房，下雨天要拿盆接水，现在呢，村里一大半人家都盖了砖房。为啥子？因为他们跟着我干了，挣钱了。我没得好厉害，我只是让那些人看见了，女人不是只能嫁人、生娃娃、围到灶台转，女人也能当厂长，也能开公司，也能让一村人吃上饭。学妹，你记到，一个女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站直了不容易，但你只要站起来了，就没得人能再把你按下去。1993年，我在省城买了一套房子，不是跟屋头要的钱，是我自己攒的。在厂里干了3年多，从志愿员做到副厂长，工资从每个月80块涨到了300多块。妈，我在城里买房了。买了就买了噻，好大面积，70多平，够住了。那装修的钱呢？够不够？要不要妈给你转点儿？不用，我自己有。学妹，你老汉前两天还说嘞，说你小时候多懂事，夏天去地里捡花生，一斤才卖几分钱。你一个暑假捡了10几斤，他钱就交给你老汉了。你老汉说，那会儿他这个当老汉的没本事，让女娃娃那么小就去捡花生。后来你姑姑来了，你跟到她去城里，回来以后说要读技校，我打你，你也不哭，就那么站着让我打。我当时又气又怕，气你不听话，怕你真的跟你姑姑走了就不回来了。我那时候不懂，我就觉得女儿就是别个屋头的人，花那么多钱供她读书干啥子？你姑姑骂我说我活成了你奶奶的样子，我不服气。可后来我想想，她说的对，我就是活成你奶奶的样子。行了，不说了。你一个人在城里照顾好自己，有事就给屋头打电话。6岁那年，我躲在床底下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不晓得20年后，我会站在省城自己买的房子的阳台上，吹着晚风，看着万家灯火。那时候我更晓不到，这一切的起点是姑姑在监狱里遇到的那位女教授和那张报纸。他叫林念，念啥子？念头。你姑姑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念头，就是让她的女儿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。她好软啊，像块豆腐。你小时候也这样，刚生下来的时候皱巴巴的，丑得很。我才不丑嘞！丑！你妈抱你过来给我看，我说这是啥子东西，跟个小老头儿一样。姑姑，姑姑，你说我以后要不要也生个孩子？
你想生就生，不想生就不生，你的人生你个人决定，莫问我。哎呀，姑姑，我就是问下你的意见嘛。我的意见就是，不管你做啥子决定，只要你是自己想清楚的，不是被别人逼的，我就支持你。那我以后还是生一个吧，我喜欢小娃娃。那你就找一个对你好的人，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。但记住了，娃娃是你生的，不是给你婆婆生的。你要是为了讨好哪个去生娃娃，你就莫生了。学妹，你姑姑最近厂里是不是有啥子事？没有啊，咋了？她这几天睡得不好，半夜老是醒。她那个人有事从来不说，你帮我问一下。好，我晓得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姑姑从来都是那个最强大的人，哪个有困难都找她，从来没得人想过她也会有烦恼，也会睡不着觉。姑父不说，我都忘了，姑姑也是人。我从来没见到过姑姑脆弱的样子，她永远在解决问题，永远在帮别人。可姑父说，她半夜老是醒。吵醒你了？没有，我刚好醒了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有啥子事？学妹，你说我做这些事到底图啥子？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没意思的。厂子做大了，钱赚够了，名声也有了，可然后呢？以前那位女教授跟我说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好多，而在于你影响了好多人。我当时觉得她说的对，但现在想想，我又影响了好多人呢。村里那些女的，她们是真的想明白了，还是冲到钱来的？等有一天我没钱了，她们还认不认我这个道理？姑姑，你教我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学校门口卖糖，你还记得到不？记得到。那天我卖完糖后，有2个小姑娘跟我说，读书比赚钱好，除了钱还有很多其他东西，那些东西只有读了书才晓得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你影响的不只是那些挣到钱的人，你影响的是那些本来可能一辈子留在村里嫁人生孩子，重复上一代人命运的女孩子。她们现在能上学了，能出去了，能自己挣钱自己花了，她们的女儿以后也会不一样。这就是你说的一代人改变一代人。你倒是比我会说话，跟姑父学的。行了，这次真睡了。接下来有请灵媒讲话。我20岁那年，从村里跑出去，身上只有1张车票钱。我被人骂过，被人瞧不起过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村里人叫我不安分的交假金。但现在呢，我是你们请来的10佳女企业家。我不是要炫耀啥子，我是想说，一个女人，不管你出身多低，不管你走过多难的路，只要你敢想敢干，你就能活出个人样来。
不要听别个说你不行，说你不行的人，他们自己也不行。真正行的人只会告诉你啷个做才能行。你哭啥子？我就是忍不住。我想起姑姑当年说，让我自己先走出第一步。我要不是走出了那一步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村里喂猪。喂猪怎么了？喂猪也是正当职业。你晓得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我差一点就跟我妈一样了，嫁给一个不把我当人看的男人，生一堆孩子，一辈子围着锅台转，老了还得看儿媳妇的脸色。你不是，你从来都不是。我最后还想说一件事，我要谢谢一个人，他不是我屋头的人，但他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他教我认字，教我看报纸，告诉我时代变了，告诉我女人也能有一番事业。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。他姓沈，是大学的教授，他现在退休了，身体不太好。我今天站在这儿，最想让他看到。姑姑说她最想让沈教授看见，我猜沈教授一定看到了，不是用眼睛，是用心。他种下的那颗种子，现在开花了，长成了大树。你姑姑今天讲得真好，我都听哭了。你也哭了？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哭了嘞。哪个哭了？我都没哭，你是差点就哭了，那是灯光太刺眼了。我们的瓜子真的卖到东南亚了。下个月还有一批去欧洲的，正在谈。妈，你还记不记得到当年姑姑刚回来的时候，你说你不跟我老汉儿过了？提那个爪子！我就是想问哈，你现在还后不后悔？后悔，后悔没早听你姑姑的。蒋春兰，你这话我记到了。记到了就记到了，我怕你记到。你当然不怕，你现在比我还硬气，连你女儿都在城里头买房了，你怕哪个？学妹，你跟到我去一趟城里头，去爪子？买东西，方便面、矿泉水、棉被，能买好多买好多。好。我跟姑姑两个在城里头跑了整整一天，把能买到的物资几乎搬空了。您好，有啥子事？我要捐一批物资，方便面、矿泉水、棉被，已经装好车了，送到哪里？林总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跑了一天一夜来逗你耍的。林总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跑了一天一夜来逗你耍的。这批物资可是大数目啊，林总，要不要搞个捐赠仪式？我们请记者来报道一下。不用，东西送到了就行。林总，我替受灾的乡亲们谢谢你。莫说谢，给我说我送到哪儿。
姑娘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要给你们单位写感谢信。我不是单位的，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那你也不容易，还给我们捐这么多东西。我小时候也苦过，我晓得没吃没喝是啥子滋味。大妈莫哭了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你哭啥子？没哭，风大。要得，风大。你看看，省里的报纸都登了。姑姑晓得不？晓得。他说记者多事，赔了也不跟他说一声。他就那样。这个得留到。林梅这个人心是真的好，有钱人不稀奇，有钱还舍得往外拿的才稀奇。就是的嘛，我听到说他捐了10万块钱的东西，不止。我二舅家隔壁那个村就是他捐的物资送去的，人家说林梅亲自开车送过去的，一箱一箱往下搬。他以前我们还那样说他，以前的事莫提了，人得往前看。林梅都不记仇，我们记啥子仇？时光晃呀晃，怎么讲？你有多重要？回忆一幕一幕，我用心收藏。妈，你贴那么整齐爪子，又不是贴奖状。这就是奖状，你姑姑的奖状。让一下，烫的。老二，大哥这辈子对不起你。当年分家的时候，妈把老头子推给你，我说啥子来着？我说应该的，老大要养老妈，老头子就应该老二养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是高兴的。老头子那会儿病得厉害，哪个养哪个倒霉。我把倒霉推给了你。后来你日子过得多苦，我也晓得。可我没帮过你一把，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帮你。再后来林梅回来了，发了财，我想沾光，沾不上就恨，恨他也恨你，觉得你们有好事不带到我。但我今天想明白了，我没资格恨你们，是我先把你们推开的。晚风轻轻吹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思绪，细雨温柔，小雨还回荡在耳际，天地一片沉寂，只剩孤单自己。细数点滴回忆，温暖有待悲戚。迎风掠过天际，洗去无声寄语。我没醉。
姑姑，你后悔过没？后悔啥子？当年你要是没回来，可能现在早就成了大城市的女老板了，不用在村里跟这些人搅和。不后悔，回来了才做成了我想做的事。你想做的事就是办厂，不是？我想做的事是让这个地方变个样，变成女娃娃也能读书的地方，变成穷人也看得起病的地方，变成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也能过上好日子的地方。现在还差得远，所以才要继续干。我干不动了，还有你们；你们干不动了，还有林念他们。学妹，你晓得我为啥子对你特别严吗？学妹，你晓得我为啥子对你特别严吗？因为你觉得我能成事，因为你不光能自己成事，你还能带着别人成事。你心软但不糊涂，你听话但不盲从。你这样的人最适合当带头人。你以后要把这个厂接过去，把村里这些人都带好，不光是我们村，还有隔壁村、隔壁的隔壁。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，大家都富了才算真富。曾教授教我的，我现在教给你。一个人站起来不算什么，让所有人都站起来才是真的了不起。姑姑，我能行吗？你当然能行，你是我灵媒的侄女，你不信哪个信？候鸟出现它的引擎，中的疾风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幸福倾诉遥远的祝福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谁能忍心看到你看昨日的开过了谢了，但明年还会开。人也是一样，一代人走了，下一代人接到来，只要有人还在往前走，路就不会断。姑姑，你走了那么多路，累不累？姑姑，你走了那么多路，累不累？累，但不能停，停了就对不起那些帮过我的人。你也是，以后你替我走，不能停，不得停。行了，真该睡了，明天还要干活。姑姑说，一个人站起来了不算什么，让所有人都站起来才是真的了不起。她把这句话从沈教授那里接过来，又传给了我。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做到他那么好，但我可以试。像他一样站直了，往前走，能走好远走好远。新的一年来了，新的世纪来了。姑姑说，路不能停，我不会停，我们都不要停。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。